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经历了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在32800点附近开始了它的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我们根据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判断它这个位置上容易走出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那在小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它在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一个多头方向上的悟空阳线组、八戒阳线组和沙僧阳线组。那么目前处在沙僧阳线组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位置上，上方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的，因此呢，我们判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接下来的走势当中可能会反弹到34000点附近。但是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昨天出现了一点的回调这点回调回调幅度0.5%。这里的回调原因是在日线级别上这个位置上有均线144均线白色线，这里144均线作为压力线出现了一定的阻力。但是呢，在4小时级别上它的这个反弹趋势仍然存在，因此呢，判断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未来仍然可能完成它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那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日线级别上有悟空阳线，那么八戒阳线也走了出来。如果行情继续的话，能够走出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将会这里出现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对称性涨跌出现之后，我们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可能会反弹到34500点附近会带动比特币行情的一个上涨。那么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几乎是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的一个收敛三角形的一个概念。我们把比特币的结构打到它的永续合约上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下方是有一条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这个支撑位呢，我提示会员群和读者群朋友是在26500美金。这个位置也是收敛三角形的下边线。我们看到这一轮的收敛三角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2个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前面在10月1号发动突破，并且站上了144均线、169均线，同时呢也站到了28000美金这个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压力位，但是形成毛刺现象之后重新回踩下来。我当时就说容易在这个位置上形成持续的围绕28000到26500这样区间的一个震荡完成之后，它会继续挺进这个结构继续向这个结构深处挺进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在10月中下旬的这个时间段将进入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根据本月是比特币月在近焦点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因此呢，我们抄底的位置也是在26500美金附近这个位置上，事实上在3天前已经到达了已经基本上到达这个26500，所以呢，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是极限的诱空，但是不用过度担心。我们看到低点是26525，只和我给出的数据差了25美金，这个无关紧要基本上是到达了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在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都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上的支撑是在这个区域附近，所以呢，不用过度担心，目前只是极限的诱空行情之后还会重新反弹到27800美金到28000这个区间上然后继续这个结构，这个收敛三角形震荡到尾声，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横有多长，纵有多高。这个趋势走完之后，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发生反弹甚至是上涨行情。同时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在周线级别上可以清楚的看到6月19日的这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那么后面至今的 K 线呢，都是围绕6月19日这周的阳线做的干扰性的 K 线。这些干扰性的 K 线呢，始终处在6月19日这周的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因此呢，走完干扰性 K 线之后，上方有周线级别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虽然目前是一个调整的节奏，但是这个调整呢处在一个结构性的范围，这个结构呢是日线级别的结构，所以呢
对于多头来说，在当前点位不用过度担心啊，这个只要这个结构在没有被跌破的情况下，仍然存在机会啊，仍然存在多头的机会。那么现在市场当中还是存在多个热点的，我们打开 iQOO 的热搜榜就可以看到啊，首先是上线了 OKEX， 上线了币安永续的 Big Time 啊，上线了币安永续之后快速下跌，然后又重新反弹上来，证明它热度非常高，几乎达到了沸点。然后还有 LOOM、TRB 是一个老热点。那么首先来看 LOOM 这个热点持续时间比较长，发酵时间长呢，证明它的趋势比较容易把握。我们打开它的 K 线打开它的 K 线之后，可以在日线级别上看到这轮行情基本上走出了对于 LOOM 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呢。第一轮行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破性的 K 线、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我们看到了一个悟空阳线组和八戒阳线。那么证明上方对于 LOOM 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那么通过合并 K 线，我们可以在周线级别上看到，这轮行情对于 LOOM 来说，它已经在周线上走出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周线级别我们看的时候，就可以忽略掉这个插针的影响，可以把这几个 K 线呢分别当做我们的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主人物 K 线悟空、八戒、沙僧、唐僧。那么已经完成一轮周线级别上涨之后，LOOM 虽然强势，但是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它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调整。因此呢，对于这种强势币种走完一轮非常大时间周期的上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轮上涨它的从底部0.0374走到0.29，几乎是7倍左右的上涨空间上涨了7倍之后，它需要进行一轮调整。那在日线级别上耐心等待它做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或者是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那么首先考虑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进场第一个仓位，然后如果还继续下跌的话，要考虑它能够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再考虑进场。总而言之呢，这种币种急速上涨之后风险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在多头趋势上仍然存在机会。参与的法则一定要耐心等待它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做出对等的切换之后再分仓进场。分仓进场之后呢，还是要考虑到风险。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它是完成了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它存在的风险呢，就是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的风险。因此呢，在进场的时候，我们要各个时间周期都做一些，但是呢，每个时间周期上都应该设置一定的止损。这样呢，如果一旦我们踩着一个时间周期的节奏，那会获得它趋势上的利润。而它的趋势上的利润这种强势币如果能够把握到它的一个趋势上的利润，往往是很多倍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 OKEX 跑的量化产品的盈利目前我们最近几天更新的一个上线的26000U 的这个目前盈利是接近30%，这是年化30%。我的年化是跑了从9月23日跑到今天它总计年化是30%目前已经盈利了1.65%。要知道比特币目前是在调整的时间段比特币经历了从高点到低点7%左右的调整，在最近一段时间，而以太坊调整的幅度更大了。但是我们目前策略量化的策略仍然全部都在盈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证明了我们的量化产品当前行情当中挺住了下跌趋势。那么我们的量化主要是做多，所以呢，在未来如果能够出现反弹上涨行情，那么获利会更多，因为主要是做多头那么目前我们挺住了下跌，挺住了震荡之后多头趋势一旦来的情况下，我们的盈利率将会达到一个非常多的一个水平。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